各位老細精神，今期同大家研究係龍蝦嘅3種食法，也可以說是最高逼格的製作方法。其中的一道是李嘉誠最喜歡吃的腦黃金生滾粥。今天所用的這個是紅龍，個頭不算大，也就3斤6兩。第一步，首先用剪刀把沙尾剪下來，再用清水沖洗一下。在處理龍蝦的過程要注意，因為它的外殼很硬，力氣也很大，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。清洗乾淨後，再用剪刀從沙尾的側邊剪開。這個是把蝦肉取出來。3斤6兩的龍蝦取下來的蝦肉也就9兩左右。如果是按重量來計算，它的起肉率是非常低的。這一個是蝦線，把它去除不要。俗話說少的才是精華。現在再把它沖洗一遍。在蝦肉的底部還有一層軟膜，同樣是要把它去除。一道好的菜式，它的工序當然是不簡單。軟膜剔除後，再把蝦肉均勻地切成小塊。這一個可根據它的紋路切入，每一塊的重量大約在30克左右，可以說這樣的重量剛剛好，在它成菜時可以讓你一口悶不是問題。蝦肉切好後先放一邊，現在把蝦頭的部分切開，再把它砍成小塊，這個是用另外一種的製作方法。這一個是蝦腦，先把它取出來放一邊。這一個是蝦殼，可以用剪刀把它剪開，在盛菜時可以用來擺盤，使它的造型更加的生動。下一步再把龍蝦的腳砍成小段，使它在盛菜時更加的入味，在使用的過程也更方便。切好後先放一邊，下一步準備輔料。準備有1斤半的南瓜，把它切成2厘米的厚度。切好後再用個模具把它印出來，這樣看起來均勻美觀，在盛菜時更有食慾感。印好後，下一步把它擺放到盤裡面，再把龍蝦的頭尾同樣是擺放到碟子上面。現在開始製作，把它放到蒸櫃裡蒸至6分鐘。因為南瓜和龍蝦肉的成熟度不一樣，所以南瓜要提前蒸製。經過了6分鐘的蒸製，現在把它取出來，再把備好的龍蝦肉均勻地鋪在南瓜的上面。鋪好後，再把它放回蒸櫃裡蒸製3分鐘。現在來準備適量的西蘭花。熱鍋燒水，加入適量的底味和食用油，把準備好的西蘭花放到鍋中焯水，出鍋後備用。下一步把準備好的清湯放到鍋中加熱，加入適量的底味，煮開後再用生粉勾上適量的薄芡。這樣的薄芡我們叫做玻璃芡，不要勾得太緊，否則在盛菜時就失去了它的光澤。再次把它放回爐裡煮開，同時加入適量的雞蛋白。煮開後再加入少許的花生油，給它起到一個增香的作用。這時候可以把它盛出。這邊蒸製的龍蝦時間已到，現在把它取出，再把焯水好的西蘭花作為一個圍邊，給它起到一種暖色的作用。最後再把備好的玻璃芡均勻地淋上。一道金玉滿堂紅就製作完成。這道菜的名字聽起來是不是很有氣派？當然它的味道也是杠杠的。接着下一道菜式是薑蔥炒龍蝦腳。準備的配料有薑蔥蒜米。現在開始製作。首先熱鍋，加入適量的食用油。龍蝦在炸製之前拍上適量的生粉。當鍋中的油溫升至150度的時候，加入備好的薑片和龍蝦，在炸製的過程讓它快速的收乾表面的水分。在高油溫的炸製上，時間不宜太長，10秒左右即可倒出。出鍋後留適量的油底，再把備好的料頭放到鍋中煸炒出香味，再加入炸好的龍蝦一起煸炒。再從鍋邊加入適量的料酒，給它起到一種增香的作用。同時加入適量的清湯一起燜製，再加入適量的鹽糖調味。凡是深海的沙蟹類本身都含有一定的鹹味，所以在調味的時候要注意，食用鹽是不需要加入太多的。最後再加入適量的胡椒粉，增進它的風味。
勾上适量的薄芡，把它翻炒均匀，最后再加入适量的明油即可出锅。一道姜葱炒的制作方法就制作完成。这一道菜的特点主要是突出龙沙的鲜香味，成菜时的口感肉质鲜嫩而不柴。最后的一道菜式是黄金沙脑粥，准备有适量的粥底，煮开后加入沙脑一起煮制，料头加入适量的姜丝，可以起到一种去腥增香的作用。再次煮开后加入适量的盐、胡椒粉作为调味，少许的花生油，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加的香滑。最后再加入适量的葱花，可以出锅。将近半个小时的制作，3道菜总算是制作完成。现在来看一下成菜时的效果，下一步将要做一个详细的研究分析。如果你对这菜系感兴趣的，也可以一起参与进来，一起研究。这龙沙已经做好了，现在来品尝一下今天这3道菜的成品。首先尝一下这个金玉满堂。怎么叫金玉满堂呢？因为它是用金瓜来垫底，上面是龙沙清蒸的方法。先来品尝一下，底下是一个金瓜，已经蒸得很烂了，这龙沙的熟度刚刚好。实在太爽了！现在来试一下叫姜葱焗的方法，其实它和炒蟹一样，都用手，不能吸完吃这道菜，非常棒，对吧？很香。其实这个才是金黄色的，这个是沙脑煮成粥的这个。现在来品尝一下，非常的香。可以这样说，今天这3道菜之中，我觉得最有特色的还是这个沙脑粥，这个金玉满堂还是排在第2位。有喜欢这几道菜的朋友，有空的时候你们可以研究一下，非常不错。看到怎么样？